朋友们早上好呀！我听朋友说这个比较好喝啊，便利店买的192日元，果冻状呢比果冻还更软糯一点。哇，特别浓郁的奶味儿，特别滑口，它是清甜的，真的好吃。在日本找垃圾桶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每天都走这条路往返个4、5次。这是从旅馆走去地铁的一条路，我就好奇了，为什么日本垃圾桶那么少，而且它很少能看到这个清洁工人的身影，但是它又非常的干净。昨天我回到家里面，我打开背包，我发现有2个塑料瓶在里面，背了1天。你看这个十字路口黄龟州也是没有垃圾桶。走了约800到900米吧，这个是垃圾桶吗？一眼望去也没有垃圾桶。这个是垃圾桶吧？但是里面是空的。我终于在这找到垃圾桶了。好像这3个垃圾桶还不能放啊，它只收这些可以回收的一些瓶瓶罐罐，像这种的话它是不能放的吧。终于在这个巷子这里找到了一个垃圾桶，打开看一下，这里面都是用袋子装着的。再走了约1公里左右才找到一个垃圾桶。ポイントカードをかざしてください。消费830元。Customer number 64. Please come to the pickup. 这杯肉汁水290日元，这个540日元，里面有鸡肉、鸡蛋。哇，好酸啊，但是好爽哎！鸡肉、滑蛋，咸甜口味的滑蛋，它那个汤汁已经浸入到米饭里面。京都市的京都站可以说是整个京都市最核心的交通枢纽啊，相当于像飞机航站那么大。我这个手都快黑成炭了。好像还挺好的。大家好，今天这集影片呢，我和大家去看一看日本京都郊外的一个旅行目的地岚山。如果说京都是一座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都，那么岚山呢，大概就是这座城市的后花园啊，那里有非常丰富的人文跟自然风光。那么说到岚山呢，在1000多年前的平安时代，就是日本贵族跟皇族最喜爱的游赏之地。那时候的贵族呢，会来到岚山修建别墅、放舟河上，欣赏山水。今天的岚山呢，依然有山和桥，以及散落在野山林之间的寺院和神社，仿佛构成了一幅延续了1000多年的京都风景。从京都站坐 JR 地铁线来到了嵯峨岚山站，南口、渡月桥、天龙寺、野宫神社、竹林、岚山公园。岚山周边主要有哪些景点呢？渡月桥、大觉寺、野宫神社、清凉寺，还有周恩来纪念碑、天龙寺、车辙神社、二尊院。我规划一下路线啊。从岚山站南门出来以后，先到清凉寺，下了点小雨。
雨中看一下日本的铁轨。便利店买一瓶水。看前面的那个很日本。下点小雨也不错，让整个气氛沉静下来啊，人没有那么浮躁。刮风，下小雨，乌云。日本的街道，岚山。哇，这辆车橙色的，很漂亮。路边的铁丝栏上已经贴了这个竞选人的一些宣传物料啊。这就相当于日本的小镇了。如果说大阪是大城市，那么京都就算是一个地级市。那么京都的岚山就等于是这个县城，很安静啊。日本的竞选人啊，参政党。本来这个小镇人就不多，下雨了以后，它就显得格外的清静。这种在社区里面的小河都没有垃圾，这很难。游览的第一站，清凉寺。这感觉挺好，就因为没有人啊，显得好像你独自探幽的感觉，就像发现秘密的那种惊喜感一样。这种跟大阪城啊、跟二条城那种古建不一样了，这种真的是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复古的质感啊，就不像是翻修的。京都岚山的清凉寺，因为位于嵯峨地区，所以呢也被称为是嵯峨释迦堂。这座寺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平安时代，这里曾经是日本贵族元荣的山庄，而他也认为是《源氏物语》中光源氏的原型之一。后来一名日本僧人前往中国宋朝求法，回国时带回了一尊释迦如来像，他希望为这尊佛像建一座寺院，但遗憾的是还没等愿望实现他就去世了。最终呢，他的弟子继承了他的遗愿，在这里建立了清凉寺。更神奇的是，到了1953年，人们在这尊佛像的体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空间，里面竟然保存着用丝绸制作的五脏六腑等物件，所以呢，这尊佛像后来被称为活释迦，一尊来自古代的佛像，连接印度、中国和日本，这也让清凉寺成为京都非常特别的一座寺院。就剩我一个人，在这里冥想的感觉应该效果格外的好，因为这里的气氛庄严又静谧的。那是人王门，这是丰臣秀赖的。在前面京都二条城的影片中，咱们有聊到丰臣秀吉，还有他的儿子丰臣秀赖。
那么眼前这座石碑呢，就是丰臣秀赖的一个手冢。所谓手冢，就是安葬头颅的墓。在1980年的时候，人们在大阪城遗址发现了一具年轻男子的头骨，后来有人推测，这可能就是丰臣秀赖的首级。3年之后呢，这具头骨被安葬在清凉寺，并建起了今天看到的这个丰臣秀赖宫手冢。更巧的是，清凉寺本身呢也与丰臣秀赖有关系，一边呢是他曾经参与重建的寺院，一边呢又留下了被认为是属于他的手冢。特别的古色古香。这个清凉寺里最让我觉得古色古香的建筑就是仁王门。在日本的寺院中，仁王门通常是3门的一种形式，门的2侧呢会供奉2尊威武的仁王像，也就是守护佛法的金刚力士。清凉寺的仁王门建于江户时代早期，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，还采用典型的日本传统木造建筑风格。厚重的木柱、巨大的屋顶以及门前2侧的仁王像，让人在进入寺院之前就感受到一种庄严的气氛。清凉寺经历了1000多年的历史变迁，从平安时代贵族的山庄，到供奉活释迦的寺院，再到今天保存众多文化遗产的古刹。那么这座仁王门呢，就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，迎接着一代又一代前来参拜的人。在这还贴有竞选的一些牌子。在清凉寺旁边有一个宝匡院，不知道念不念匡。本寺是平安时代由白河天王创建的，当初被称为从侧门看清凉寺。如果说感受这种京都文化，这里比昨天那个人头攒动的1年班、2年班、3年班可要好太多了。这里能让你静下心来，好好的去感受这种。与其说来这看景点，不如说生活在这个日本相对郊区的地方的居民的一个村落的样子啊，看一看。雨下大了，多雨。我在这多雨吧。有人家在院前修了一个挡雨棚，可以放2辆汽车。
奥尊院，门票200日元。小仓山石板路。奥尊院还挺大的。小仓山都爬山了，这里是南山、龟山、小仓山。一名女士，现在是一直往山里面走。这里有一间酒店，这里的酒店是卖酒的酒店。这是人家的院子。对，在爬坡。鬼子母神。继续往北走，街道呢就更安静了。来到了山脚下一座寺院化野念佛寺，买票500日元。它这个可以硬币买票的。OK， 阿里嘎多，500日元除以18就等于人民币。石造的鸟居，神社。化野念佛寺，这里的化野在平安时代呢就已经是京都的一处藏地。过去呢，许多没有名字、没有家族可以祭祀的人，长眠呢在这片山野之间。所以在日本古典文学里，化野之路常常被用来形容人生的短暂跟无常。而今天走进化野念佛寺呢，最醒目的大概就是这些密密麻麻的石佛跟石塔，据说大约有8000尊。他们并不是为了装饰寺院而建，而是与过去埋葬在化野的人们有关。置身其中，不由得想到，不管是身份显赫的人，还是曾经无人知晓的人，最终都会归于尘土。而这些沉默的石佛，就这样一尊一尊的站在这里，替那些已经被时间遗忘的人留下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石佛5轮塔，
延命地藏尊，净财净土宗，竹林小径，六面体地藏。哇，好漂亮这条路！爬上竹林小径，这里就到头了。大清净地藏，大光明地藏，大定智慧地藏，为什么都是汉字呀？刚才游览的是化野念佛寺，游览出来，好像前面还有一些观景点。我连续过来3辆出车，我看有2位是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应该是有65岁到70岁了。这个60、70岁在日本当出租车司机的老人还挺多的。我们看眼前这个房子啊，藏在山涧里面，就很有那种日本老电影的味道。屋顶上用那个茅草盖着，然后长满了苔藓，绿油油的。里面是这个榻榻米的啊，铺着席子，它是一个餐厅来的。里面的风扇在吹着，像我看过日本的一些电影里的场景，四肢愈合呀。再往上是爬山路了。你看弯弯曲曲的，有展望台啊。因为还要去看萧山记啊，所以呢时间上就不太允许继续爬山。你看又是白发苍苍老人，开了一辈子车了。这样。在这个木造的橙色的鸟居背后，走一段，前面还有一个爱爹念佛寺。看完红色那点就原路返回。到了。爱宕念佛寺为人所知的
也许不是它悠久的历史，而是寺院里面有1200尊罗汉。奇妙的是，他们几乎没有一模一样的表情，有的在微笑，有的闭着眼睛，有的像在沉思，有的看上去还有点调皮。这些罗汉并不是遥远的古代遗留下来的，而是在后来的寺院复兴过程中，有一位佛教雕刻家出任住持后，邀请普通参与者一起雕刻而成。旁边有一家好 Q 啊，卡哇伊的一个小院，这是这是一个卖动漫，这个是陶瓷的玩偶。第一次看到日本的农作场景，在离地。我很喜欢这种幽深的、藏得很深的小院。日本小朋友，前面是斋宫旧址。从里面出来，轨道很有电影感啊。野宫神社，求学的，恋爱成就，野宫神社。走出蓝山的竹林小径，就来到了藏在竹林深处的野宫神社。这座神社不大，但历史十分悠久。门口的黑色的鸟居呢很特别，它没有涂颜色，而是保留着木头原本的样子。这也是野宫神社最有代表性的景象之一。1000多年前的平安时代，皇室呢会选出一位年轻的女子，称为斋宫，前往依寺神宫侍奉天照大神。在出发之前，他会先来到这里，让自己保持身心洁净。后来呢，《源氏物语》也写到了这里，让野宫神社成为京都历史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地方。而今天很多人来到这里，是为了祈求美好的姻缘。前面有天龙寺，天龙寺北门。
这是蓝山地铁站。唐扬串、黑毛和牛，250日元买了一个黑毛和牛，这里有点那个酱油。油炸的肉饼的感觉。在京都岚山游览了并不算长的时间，没有把所有的景点都一一打卡，包括错过了周恩来纪念碑，然后就匆忙赶回了京都，是为了看一看紫园记。今天是在这家酒店第3天了，这是第2顿晚饭，咖喱饭，红色的，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半熟鸡蛋哈。沙拉、包菜，还有块这个猪排吧，沙拉、果汁。因为我第1顿吃的时候是吃那个炸鸡饭，所以我当时就想换一个套餐，就是吃它的咖喱饭。这个是酱油啊，这鸡蛋敲开是这样的。半熟鸡蛋，原来这个不是猪排或者牛排，它是土豆饼。这是一家卖珠宝的店铺，它门口还免费提供这种紫园记的一个游览。你看它这里介绍了最有名的这个山伯，最知名的无疑是长刀伯，它就是刚刚拍的这个。山跟伯意思类似，都是这种圆形的华丽的祭祀的车子。很多城市都有一条街道，就是贯穿整个城区的中心的，很笔直的。然后这一条4条通呢，就是整个京都市最中心的。我们能看到，在4条通的街道，它的人行道是有这个挡阳的一个顶棚的。就虽然烈日炎炎的，走在这条街道呢，没有被太阳晒到，这个逛街体验还是挺好的。这是第3次来到4条大桥了，桥下的鸭川河是京都的千年母亲河，这里特别漂亮，我觉得很有日本文艺小清新电影的那种取景地的气质。就是那里有一排石头啊，一些年轻的人啊，在这个爬石而过。哦，这条河鸭川河，无论是白天傍晚都很漂亮，我觉得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沿着那个绿道一路往前走，边上是这个纳凉床，在上面喝咖啡，然后喝茶都非常舒服。在日本，很多餐厅它展示菜品都是通过这种模拟的一个方式。我那天吃了一个不知道念亲子锦吗？它就是一个蛋饼，上面铺了一些肉片，下面裹着是这个蔬菜碎。看一下日本的各种美食啊，乌冬面，然后炸天妇。精致物。
听说日本吃水果很贵，这个西红柿冰里面的哈，这个是用竹签插着的黄瓜，都是泡在冰块里的哈，拿起来就能吃。白色的是萝卜吧，大根。那边是叫黄瓜，日本叫胡瓜。想要吃这个减脂餐沙拉，在日本的便利店非常容易就能买到。这里一个货柜都是卖各种沙拉。烧肉，去见人事看一看。舞伎艺伎的一个表演。这个是京都五大花街的之首啊，叫指原甲部。所谓的花街就是花柳界，是一个有歌伎、舞伎、艺伎表演的一个社交空间。像这些木房子2层的，就是日本传统的这种町屋吧。所谓的艺伎跟舞伎有什么区别呢？艺伎是还在进行训练的、培训的、学习各种艺能的一个可以说练习生吧。可能是因为一部电影比较深入人心哦，叫《艺伎回忆录》。所以来到日本，我听说京都的这个花街啊、艺伎啊，如果说要最正宗、最地道的，那无疑就是京都的五大花街。那么所谓的花街，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普通商业街。过去呢，这里是艺伎和舞伎活动的地方，他们在茶屋为客人表演舞蹈、音乐和传统。所以呢，花街真正特别的地方，并不只是看艺伎，它背后的话保存着京都非常重要的一套传统生活方式，比如茶屋文化、传统舞蹈，还有京都特有的礼仪和待客的方式。几百年过去了，京都很多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但是这些花街呢，依然保留不少传统的厅屋和街道格局。尤其到了傍晚，石板路亮起灯笼，偶尔看到艺伎和舞伎从街角匆匆走过，那一瞬间呢，会觉得自己好像离现代京都稍微远了一点，更接近几百年前的京都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以上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，很开心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拍得不错，请帮忙点赞和订阅。这期影片呢结束的比较匆忙，因为我手头上有一点急事，所以呢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